Hello Hello， 耳机里、屏幕前的各位朋友，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主播清新阳，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今天咱们聊的这个话题，我猜每个人都经历过，就是生气。其实生气真的太正常了，就像我们偶尔会难过、会焦虑一样，它就是一种很真实的情绪，没有对错之分。比如早上赶地铁，被人不小心撞了一下，对方还理直气壮，瞬间就火冒三丈。上班的时候被同事敷衍，被领导误解，明明不是自己的错，却要受委屈，越想越生气。回家后和家人因为一点小事拌嘴，说着说着就控制不住情绪，语气也变得尖锐，甚至有时候连自己都能气自己。比如忘了重要的事情，或者努力了很久却没有结果，那种挫败感最后也会变成生气，气自己不够细心，不够努力。我以前就是一个特别容易生气的人，而且生气的时候特别容易上头。记得有一次，我辛辛苦苦做的方案被同事拿去改了几句，就当成自己的成果交给了领导。我知道的时候，瞬间就炸了，当场就和同事吵了起来，声音都在发抖。吵完之后，我气得浑身发抖，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脑子里一直反复回想这件事，越想越委屈，越想越生气，内耗了自己整整一天。还有一次，因为一点小事和家人拌嘴，我一时没控制住，说了很多伤人的话。说完之后，看着家人难过的表情，我又特别后悔，一边生气自己没控制住情绪，一边后悔伤害了最亲近的人，那种又气又悔的感觉真的太难受了。后来我慢慢发现，生气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被生气的情绪控制，要么伤害别人，要么内耗自己，最后得不偿失。其实生气不是坏事，它是我们身体的一种信号，提醒我们这件事让我不舒服了，我的边界被侵犯了，但我们不能被这种情绪牵着走，而是要学会和它相处，学会在生气的时候有效调整自己，既不委屈自己，也不伤害别人。今天清清阳就把自己这些年总结的亲测好用的生气调整法分享给大家，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全是简单好操作，平时生气的时候随手就能用的方法，从当下止怒到情绪疏导，再到事后复盘，一步步教大家和生气好好相处，不再被情绪内耗。首先，第一部分也是最关键的一步，生气上头时先刹车，别让情绪失控。很多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之所以会说出伤人的话，做出后悔的事，就是因为太上头了，脑子一热就什么都不管不顾了。所以，生气的第一反应不是发泄，不是争吵，而是先让自己冷静下来，给情绪踩个刹车。这里给大家分享3个及时止怒的小方法，亲测有效，哪怕是在气头上，也能快速冷静下来。第一个方法，深呼吸加倒计时。这是最简单、最直接，也最容易操作的方法，不管你在什么场合都能偷偷用。生气的时候，别着急说话，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吸4秒，屏住呼吸2秒，再慢慢呼气6秒，重复3到5次。同时在心里默默倒计时10秒，19、8、1。别小看这个简单的动作，它能快速平复我们的心率，让我们的大脑从情绪激动的状态慢慢切换到理性思考的状态。我每次生气上头的时候都会做这个动作，每次做完就会发现自己的火气已经消了一大半，也不会再冲动地说伤人的话了。第二个方法，物理隔离，暂时离开现场。如果深呼吸和倒计时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那就果断离开让你生气的现场，别硬扛。比如和同事吵架了，就暂时离开办公室，去走廊走一走，去楼下吹吹风。和家人拌嘴了，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独处一会儿。在公共场合被惹生气了，就找个安静的角落待上几分钟。距离产生冷静，当你离开让你生气的人和事，远离那个充满负面情绪的环境，你的情绪就会慢慢平复下来。
我以前和家人拌嘴，气到说不出话的时候，就会回到自己的房间，坐在椅子上，安安静静地待一会儿，看着窗外的风景，慢慢就会觉得刚才的事情其实也没那么值得生气。第三个方法，暂停说话，用动作转移注意力。有时候我们生气的时候，嘴巴比脑子快，一不小心就会说出后悔的话。这时候就告诉自己，先不说了，等我冷静下来再说。然后做一些简单的小动作，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比如喝一杯温水，捏一捏解压玩具，整理一下桌面，甚至是简单的伸个懒腰，活动一下身体。这些简单的小动作能让我们的注意力从生气的事情上转移到当下的动作上，从而打破情绪的闭环，让我们慢慢冷静下来。比如我生气的时候，就会给自己倒一杯温水，慢慢喝下去，温热的水顺着喉咙流下去，心里的火气也会跟着慢慢消散。好啦，这3个及时止怒的方法大家记下来，下次生气的时候不妨试一试。相信我，只要你能做到先刹车，就已经成功了一半，至少不会因为冲动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情。接下来第2部分，冷静之后正确疏导情绪，别把生气憋在心里。很多人都有一个误区，觉得生气是不好的，所以生气的时候会强迫自己忍一忍，别生气，把情绪憋在心里。可其实憋在心里的生气就像一颗定时炸弹，暂时不爆炸，也会慢慢伤害我们的身体。比如长期生气会影响睡眠，影响肠胃，甚至会让我们变得焦虑、抑郁。而且憋在心里的情绪不会凭空消失，只会越积越多。等到下次再遇到一点小事，就会彻底爆发，到时候伤害的还是自己和身边的人。所以冷静下来之后，我们要做的不是憋住情绪，而是正确疏导情绪，把心里的火气合理的发泄出来，既不伤害别人，也不内耗自己。这里给大家分享4个温和又有效的情绪疏导方法，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适合自己的。第1个方法，好好说出来，释放情绪。找一个信任的人，比如家人、闺蜜、好朋友，把自己生气的事情，还有心里的委屈、不满，都好好的说出来。不用刻意控制语气，也不用觉得生气很丢人，就把自己最真实的感受全部倾诉出来。有时候我们生气不仅仅是因为事情本身，更是因为心里的委屈没有人理解。当你把心里的话全部说出来的时候，其实就是在释放情绪，而那个倾听你的人，哪怕什么都不说，只是安静地听你倾诉，也能让你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心里的火气也会慢慢消散。我每次生气的时候，都会找闺蜜吐槽，吐槽完之后，就会觉得心里一下子轻松了很多，好像那些生气的事情也没那么严重了。第2个方法，用写的方式梳理情绪。如果不想找别人倾诉，或者不方便找别人倾诉，那就拿起笔和本子，把自己生气的事情、心里的感受全部写下来。比如，今天因为 XX 事情生气了，我觉得很委屈，因为我没有做错，却被误解了。我生气的时候很想发脾气，但是我忍住了，我觉得自己很棒。写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梳理情绪的过程。当你把心里的想法一个个写在纸上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的思路会变得清晰，也能更理性地看待这件让你生气的事情。慢慢就会觉得生气其实没有必要。而且写完之后，你可以把本子合上，就相当于把所有的负面情绪都藏在了本子里，不用再放在心里，内耗自己。第3个方法，用动的方式发泄情绪。有时候心里的火气光靠说和写还不够，这时候就可以用运动的方式把情绪发泄出来。比如去跑跑步、跳跳绳、打打羽毛球，或者是在家里面跟着音乐跳一段舞，做一套瑜伽。运动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分泌多巴胺，多巴胺能让我们变得开心、放松，从而抵消心里的负面情绪。我生气的时候就喜欢去楼下跑2圈，跑完之后满头大汗，心里的火气也会跟着汗水一起慢慢蒸发掉。
整个人都会变得轻松很多。而且运动不仅能疏导情绪，还能锻炼身体，一举两得。第4个方法，做一件让自己开心的小事，转移情绪。生气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让我们生气的事情上，越想越气。这时候就可以做一件自己喜欢、能让自己开心的小事，转移自己的注意力，让自己从负面情绪中走出来。比如吃一块自己喜欢的蛋糕，看一部搞笑的综艺，听一首舒缓的音乐，泡一个热水澡，甚至是去逛一逛超市，买一件自己喜欢的小物件。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却能快速治愈我们的情绪，让我们明白生活中还有很多值得开心的事情，没必要因为一件小事一直生气，内耗自己。这里要提醒大家一句，疏导情绪是合理发泄，而不是肆意发泄。比如，不要因为自己生气就随便发脾气、骂人、摔东西，这样不仅会伤害别人，也会让自己事后更加后悔。我们要做的是温和的、合理的，把心里的负面情绪释放出来，既不委屈自己，也不伤害身边的人。然后第3部分，事后复盘，找到生气的根源，避免下次再内耗。很多人生气的时候，发泄完情绪就过去了，下次遇到类似的事情，还是会忍不住生气，还是会陷入内耗。其实，想要真正做到有效调整生气的情绪，不仅仅是当下的止怒和疏导，更重要的是事后复盘，找到自己生气的根源，从而避免下次再因为同样的事情生气内耗。复盘其实很简单，不用花太多时间，只需要问自己3个问题，就能慢慢找到生气的根源。第1个问题，我今天为什么生气？不要只说因为他惹我了，因为事情没做好，要具体一点。比如，因为同事误解了我的意思，否定了我的努力，我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被看到；因为家人没有尊重我的想法，强迫我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我觉得自己的边界被侵犯了。只有找到具体的原因，才能更好地解决问题。第2个问题，生气的时候我做了什么？有没有伤害到别人或者内耗自己？比如，我生气的时候和同事吵了起来，说了伤人的话，伤害了同事，也让自己很后悔。我生气的时候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饭不说话，内耗了自己一整天。正是自己生气时的行为，才能避免下次再犯同样的错误。第3个问题，下次再遇到类似的事情，我可以怎么做才能不那么生气？这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也是复盘的意义所在。比如，下次再被同事误解，我可以先冷静下来，好好和同事沟通，说明自己的想法，而不是直接吵架。下次再和家人有分歧，我可以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感受，告诉家人我不喜欢这样的方式，而不是憋在心里，然后突然爆发。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会反复因为类似的事情生气，就是因为没有找到生气的根源，也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法。只要我们每次生气之后都能认真复盘，问自己这3个问题，慢慢就会发现自己生气的次数会越来越少，也能越来越从容地应对那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不再被情绪内耗。最后，我想和大家说一句心里话，生气真的不可怕，它不是软弱的表现，也不是不好的情绪，它只是我们内心最真实的感受，值得被我们看见，被我们接纳。我们不用强迫自己永远不生气，也不用因为自己生气就自责、就内耗。真正厉害的人不是不会生气，而是在生气的时候能够控制自己的情绪，能够正确的疏导自己的情绪，能够在生气之后学会复盘，学会成长。有时候学会和生气好好相处，也是一种成长。当你不再被生气的情绪控制，不再因为生气内耗自己，不再因为生气伤害身边的人，你会发现生活变得轻松了很多，也温柔了很多。比如，我现在遇到让自己生气的事情，就会先深呼吸，倒计时，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找闺蜜吐槽，或者去跑跑步，发泄自己的情绪，事后再认真复盘。慢慢的，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容易生气了，就算生气，也能快速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不再内耗自己。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帮到那些容易生气、容易被情绪内耗的朋友。下次再生气的时候，不妨试试今天分享的方法，先刹车，再疏导，再复盘，慢慢和生气好好相处，慢慢找回情绪的主动权，不再被情绪牵着走。好啦，今天的播客内容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啦。愿我们都能学会接纳自己的情绪，学会在生气的时候有效调整自己，不内耗，不伤害，好好爱自己，好好生活。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青青杨。不管你此刻有没有生气，不管你此刻正经历着什么，都希望你能被温柔以待，都希望你能好好照顾自己的情绪。我们下期播客不见不散，拜拜。